已经许久没有出来崭露面目的龙应台，18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英文署名文章。乍一看标题，在台湾，朋友间正开始反目，好像还没暴露出啥问题。但再细看正文，果然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和调性。已经年过70的龙女士，一口气堆上了洋洋洒洒的1500多字英文，引述多位朋友或邻居的故事和言论。表面上忧虑岛内社会陷入撕裂，实际上各种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同时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价值观执念。鼓噪这些的同时，他也道出了基于现实主义的一些认知和现实。大陆没开一枪就已经对台湾造成伤害，台湾将永远处在大陆的巨大引力之中。收复台湾，大陆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动用军事手段。为啥台湾社会陷入撕裂，或者说朋友反目？因为在如何应对大陆攻台问题上意见不一。龙应台一开始就抛出这个明显是将大陆作为对立面的基调，并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现在在台湾几乎每个晚餐对话中都会谈到与大陆开战的可能性。大陆会轰炸台积电吗？美国会先对台积电扔下炸弹，以阻止它落入中国大陆手中吗？美国对台启动焦土战略后会炸掉台湾核电站，以使台湾变成一块对大陆毫无用处的放射性废地吗？龙女士说，最近她参与的一次朋友聚餐集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提到这些，字里行间并没流露出对传言中的美国焦土战略或毁台计划有何不满。显然，龙应台介绍他朋友圈里的这些担忧，主要目的是为渲染大陆军事威胁。光说这些还嫌不够，接着他又描画所谓台湾人已在大陆阴影下生活了70年。龙应台说，1950年代自己还是学生时，教室墙上贴满反共标语，还说他们这一代中有不少人因为当时台当局宣布戒严令而从小害怕海滩，作为岛民却从没学过游泳。但他说的这些阴影，始作俑者不一直是当时逼着反攻大陆或后来以武拒统的台当局吗？可现在龙女士本末倒置，一抬手就要把这顶帽子往大陆头上扣。再说了，您这就能代表整个一代甚至全体台湾人吗？渲染烘托大陆威胁的同时，龙女士还想趁此机会凸显自己的高明和智慧。在文章中，她引介多位朋友或邻居的故事和言论。首先出场的一个来自台北，龙应台说，这个已经60多岁的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狂热言论，鼓动台湾年轻人准备与大陆开战，扬言必须以武拒统，还称他自己必要时也会拿起武器。这种狂躁情绪让龙女士感到担忧了。她说自己特意给那个朋友发信息表达不同意见，但信息里说了什么呢？武力值应该是台湾战略的一部分。龙应台称，岛内政客和公众人物应该通过接触大陆来缓和局势。更关键的一句，等面对一个更强大的胁迫者威胁时，不是应该先试着缓和局势吗？什么意思？原来龙女士不赞同以武拒统，只是不赞同只用武力，不赞同直愣愣的硬碰硬，而是还要审时度势，甚至施以缓兵之计，以迷惑和拖延大陆对台统一步伐。龙应台文章中提到的其他几个朋友，有渔民也有果农，在他嘴里也都成了支持以武拒统的顽固分子。只有一个潘姓农民说了2句龙应台希望听到的话，即台湾在面对大陆时需要耐心和忍耐，不厌其烦地重复这个问题。但他所谓的担忧实际又是什么呢？另外就是岛内朋友之间反目和交锋，象征着大陆已经在未开一枪的情况下对台湾构成损害。一个怪异的现象是，龙应台文章中提到的几个朋友或邻居几乎都没怎么表现出对两岸和平的支持。他大谈这些朋友围绕硬拒统还是软抵抗意见不一，甚至反目，同时也偷梁换柱地抹掉了岛内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强烈声音。龙女士是故意的吗？或者也可能是人以群分，他的朋友圈有太多这类人了。除了赤裸裸的炒作大陆军事威胁，自我陶醉的鼓噪推销类似以致拒统的概念，龙应台还在18日文章中流露出他的一些固有价值观和小心机。他在文章中不止一处吹捧台湾民主，在污称台湾人在大陆阴影下生活了70年后，龙应台笔法娴熟的立即转到即便面临这种条件，台湾仍发展出生机勃勃的民主。
在渲染大陆军事威胁时，他又借机称这撕裂了一个民主社会的自信等。但远的不说，光是民进党上台这些年来，以民主之名大搞绿色恐怖、麦卡锡主义，培植青年党卫军并操弄太阳花学运反课纲事件等，以民主为入门证，投诚美国，不惜牺牲岛内民众福祉，一桩桩一幕幕，龙应台真能视若无睹。龙女士还隐约流露出对日本的好感，在文章中，她的潘姓农民朋友提到对大陆需要耐心和忍耐时，竟然说是受了日本17世纪幕府将军德川家康相关美德的启发。另一个陈姓渔民朋友，他的精湛捕鱼技术是跟父亲学的，而他父亲当年则是师从台湾日据时期一个日本渔民。如果真打起来，这个渔民在最近一次聚餐时称，他会直接开船跑去日本冲绳岛。当然，龙应台这篇长文也在个别地方穿插着两岸关系的一些既定现实和历史大事。在一次有台军方官员参加的午餐会上，龙应台说，一位退休台军高官称，大陆对台岛可以进行封锁，因为台湾的天然气供应量大约只能维持8天。也就是说，大陆收复台湾可能根本无需动用军事手段。谈到为何不赞同以武拒统，龙应台还提到他的一个基于现实主义的认知，即台湾将永远处在大陆的巨大引力之中。龙女士想以此说服意见分裂的一方要讲策略而不要硬碰硬，实际上却承认了两岸问题的时与势都在大陆一边，宝岛台湾最终将会回到祖国怀抱这个铁一般的事实。一位两岸问题学者说，号称文化人的龙应台仍然困在自作聪明和自我陶醉之中走不出来。2016年他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被在场听众同唱我的祖国教育了一番。2019年他在社交媒体发文，以花园的地上有一颗鸡蛋形容并表达对乱港分子的同情，被网友直斥只见鸡蛋不见炸弹。2022年他把赠台并股大熊猫团团称为黑白胖五常，也遭到两岸网友严词批评。龙女士的文笔依然娴熟，但她立场上的偏执和思维上的狡猾也依然如故。谁把台海推向兵凶战危？不是龙应台及其朋友们抹黑指责的大陆，而是岛内台独和境外挺独势力。这一点他还没搞清楚。大陆强调不到万不得已不放弃和平统一，对台独的反制措施也不会针对岛内普通民众。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终将统一。这些现实和历史经纬，他似乎也没搞清楚。龙应台好歹算是文化界的一个知名人物，还曾先后在台北和台湾地区主管过文化事务。他本应该比岛内普通民众更加了解台湾问题的来龙去脉和问题症结，可他现在呢，非但没能帮着岛内甚至国际舆论认清现实，反而自以为高明的卖弄起那些狭隘的理性和智慧。既然这样，那么正如一些微博网友所言，好吧，我们就再唱一遍我的祖国，帮龙应台女士启蒙吧。预备起，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